为什么市场会在短短2天内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反转？特朗普的一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还是说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更大的崩盘还在后面？如果你心中也有这些疑问，那么这条影片你一定要完整的看完，因为我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应对。我会从特朗普言论背后的 Taco 交易逻辑，到各大指数的关键技术位，再到未来市场最可能出现的3种情况，给你一个完整的可执行的分析框架。相信我，学完这条影片，你将拥有一套能够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甚至从中获利的思维系统。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那么今天这期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相信大家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知道这几天的发展了。想要深入了解基本面分析的话，大家可以在这条影片完结后去看这条影片。那要知道现在市场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未来最可能发生什么走势，我们就要从客观的技术分析角度去看。技术分析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概念很简单，就像你开车看导航一样。技术分析就是市场的导航系统，它能告诉你现在在哪里，前面有什么路况，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先来看一下 QQQ 和标普500。上周五的暴跌虽然吓人，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们都刚好跌到某些关键位置，然后就停住了，没有继续往下掉。QQQ 它掉到了一个上升通道的底部，这个底部就是那个安全网。标普500它回测了长期的上升趋势线，而且下方还有一条叫50天移动平均线的线在支撑着它。这个说明市场的下跌并不是失控的崩盘，在这些关键位置有很多聪明钱在等着接货。这些聪明钱可能是大型机构，也可能是那些懂得 Taco 交易的投资者，他们把这次下跌看成是一个捡便宜的好机会。所以当你看到市场急跌的时候，千万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恐慌，然后在最低点把股票卖掉。这就像你在大减价的时候，看到商场人很多就吓得跑掉，结果错过了捡便宜的机会。这是最多新手会犯的致命错误，在高价的时候买进，在低价的时候卖出。真正聪明的投资者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在市场情绪很高涨，股价不断创新高的时候，慢慢的卖出一部分，把钱收回口袋。这样一来，当市场真的出现像上周五这样的大跌时，他们的心态会非常从容。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的股票已经不多了，跌了也不会伤筋动骨，而且他们手上有大把现金，市场跌得越深，他们就越兴奋，因为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股票。这时候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卖，而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买入时机。那么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呢？我会一一为大家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3种情况。情况1，深度回调，投降式抛售。我认为这个发生几率最小，但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市场在短暂反弹后没办法突破上方的阻力，比如10天线和20天线，然后又掉头往下，形成第2波更猛烈的下跌。这种走势通常会伴随着投降式抛售。什么叫投降式抛售？就是大家都吓坏了，不管价格多少，只想赶快逃命，结果造成踩踏事件，股价加速下跌。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你应该感到害怕吗？恰恰相反，如果你已经按照我说的在高位减轻了仓位，那么你应该感到兴奋。为什么？第一，你的持仓很小，市场下跌对你的影响有限。第二，你手握大量现金，市场跌得越深，就意味着那些优质的股票变得越便宜，你的购买力就越强。这就像森林大火，虽然烧毁了很多树木，但也清理出了空间，让新的种子可以发芽成长。每一次深度的市场回调，都是一次财富的大洗牌，也是下一批超级强势股诞生的温床。回顾2024年那次下跌之后诞生了哪些超级明星，我当时捕捉到的 PLTR， 它跟随市场在8月份见底，然后靠着强劲的业绩报告，在短短几周内就收复了全部失地，并且创出历史新高。而当时的 QQQ 足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回到之前的高点，这就是强势股的特征，它跌得比大盘少，涨得比大盘快。从那时起 ，PLTR 的股价从20几块一路涨到了后来的180多块。回报高达数倍，还有像 APP 这样的公司，也是在那次洗牌后走出了从90多块涨到400多块的行情。所以
如果情况一真的上演，你要做的不是恐惧，而是睁大眼睛去寻找那些在市场暴跌中最抗跌甚至逆势上涨的股票。这些股票的背后往往有着强大的基本面，或者是有大户在背后默默吸货，他们就是下一轮牛市的领头羊。我们会把这些股票加入我们的观察名单，一旦市场发出止跌信号，我们就要果断把握上车的机会。情况二，横向整固，时间换空间。我认为这个剧本发生的几率最高。市场在经历了这次剧烈波动后，进入一个横向的区间震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固期。什么叫整固期？就像你跑步跑累了，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喘口气，恢复体力，然后才能继续跑。市场也是一样，它需要时间来消化特朗普关税威胁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个阶段，指数可能会在50天线和上方的10天、20天线之间来回波动，就像在一个箱子里上上下下。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周，甚至1-2个月。在整固期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一个关键信号：强势股的表现。如果那些之前表现很强的股票，在指数横盘的时候开始率先走弱，甚至出现崩跌，那我们就要小心了。这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代表市场内部的结构正在恶化。整固之后可能会选择向下突破，演变成我们刚才说的情况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去年12月到今年2月的那段时间，当时市场在经历了一次大跌后，也进入了长达2个月的整固期，期间看起来风平浪静，甚至有不少股票像 PLTR 还创出了新高。但到了2月中旬，我们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些最强势的股票都比大盘提前1到2周开始崩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所以在整固期，强势股的动向就是我们的哨兵，他们会提前告诉我们市场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反过来说，如果在整固期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强势股不但没有走弱，反而不断的形成新的买入机会，甚至率先突破创出新高，那就代表市场的内部力量非常健康，整固期就成了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为下一波的上涨做准备。这时候我们就要积极的去发掘这些在整固平台中表现优异的股票，等待指数选择方向后第一时间跟进。情况三，微型反转，锁仓式上涨。虽然这个可能性发生的几率也比较小，但我们同样要做好准备。这次的黑色星期五其实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洗盘。什么叫洗盘？就像洗衣服一样，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散户洗出去，让他们在恐慌中卖掉股票，然后市场在经历了短暂而剧烈的下跌后，迅速收复所有失地，并且毫不停留的继续向上突破，创出新高，形成所谓的锁仓式上涨。这种走势的特点是什么？它根本不给那些在下跌中卖出的人任何在低位重新买回的机会，你一旦下车就再也上不了车，只能眼睁睁看着股价绝尘而去。这种走势对于踏空的投资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其实类似的行情在今年4月初就发生过一次，当时市场也是出现了看起来非常吓人的破位下跌，成交量也很大，所有的信号都指向看跌。我们当时也亮起了红灯，做好了防御措施，但随后市场却令人意外的快速修复，然后一路高歌猛进，让所有看空的人都大跌眼镜。如果情况3真的发生，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那就是要反应极快，我们要立刻去寻找在这次 V 型反转中反弹速度最快、力度最强的股票，它们是市场的超级跑车，一旦发动，速度惊人。比如像 OKLO 在经历了洗盘后，1个月就能给你带来超过1倍的回报。还有我最近把握到的 RGTI 也是在突破买点出现后，从17块涨到了接近34块，回报非常可观。这些机会的上车窗口非常短暂，稍纵即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功课，对市场上的潜力股有充分的了解，并且拥有一套能够快速识别买点的交易系统。市场风云变幻，政策驱动下，个股和板块走势会更加撕裂。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能掌握技术分析，就能更灵敏地捕捉市场资金流向的蛛丝马迹。在消息面混乱时，价格趋势往往比新闻更诚实。如果你还不熟悉技术面的判读，现在是时候加把劲学习了。我的银式技术分析就能帮到你，让我用21天手把手带你从技术分析角度避开投资陷阱，抓住强势股的最佳进场点，跑赢大势。课程从零开始，由浅入深，帮助你建立属于你的交易策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可以说，在当前波动市况下，拥有技术分析这把利器，你将大幅提升胜算。如果有兴趣，详细资讯我已放在下方描述栏，欢迎点击了解。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会特别送一份礼物给 GMT 和银式技术分析的同学。
从这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在盘前为大家提供关于股市看法的文字更新，帮助大家更精准地把握市场的即时动态，请大家务必留意。希望在这种高度波动的市场环境中，及时的分析和判断能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决策。讲完了股市，我们再来看看这次风暴的另一个中心——加密货币市场。比特币和以太币作为风险资产的代表，它们的反应甚至比股市更加剧烈。比特币一天跌掉15%，以太币更是暴跌超过20%。至于那些所谓的垃圾币，比如狗狗币，跌幅更是高达60%。整个市场血流成河，160万人爆仓，192亿美元的财富瞬间蒸发。这听起来确实很可怕，但是当我们把视角拉高，从一个更宏观的周线图层面去分析时，你会发现事情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悲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如果你用放大镜看一张照片，你可能只会看到一些模糊的点和线，觉得很混乱。但如果你把照片拿远一点，用正常的距离去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张很清晰、很完整的图片。看股市也是一样，如果你只盯着日线图每天的波动，你可能会被吓得半死。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看周线图每周的波动，你就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吓人的下跌，其实只是正常的调整。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周线图，你会发现这次的暴跌其实只是精准的回测了前面突破平台后的支撑位，然后就迅速收了回来。它甚至没有有效跌破10周移动平均线这个关键的中期趋势线。以太币的情况更加明显，所以虽然短期看起来很吓人，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次下跌可能只是一次调整，而不是趋势的逆转。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能看到，在投资市场中，你的心态、你的认知维度，决定了你最终是成为韭菜还是成为赢家。面对当前的市场，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客观理性，去应对市场的每一步变化。记住，市场的波动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来说是风险，但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永远是机会。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同样感到迷茫的朋友，因为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我们下条影片再见。